人被冰块烫到了嘴，可他却被里面的东西给吓坏了。冰块里竟然藏着一只被扎死的猛犸象。女人赶紧跑去冰箱查看，而里面的景象让她顿时就蒙了圈。Oh my god！冰箱里出现了一个微型世界，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和地球完全一样，他们还有着自己的生产线，但是里面的生活节奏却非常的快，所有的人就像按了快进键一样，时光飞速的流逝，看得两人一脸的蒙圈。这还是自己买的那个8手冰箱吗？可有一点却让他们非常不解，这明显是中世纪时期，而猛犸象早在冰川时代就已经灭绝了。随后他们给猛犸象举行了隆重的葬礼，往花盆里一埋，完事儿。忍不住好奇的两人再次打开了冰箱门，仅仅过了6.66秒，里面的世界就从中世纪发展到了工业时代。而就在两人聊天的功夫，数不清的高楼拔地而起，两个工人发现了他们。Bag's staring at us all day. I don't know, but I'm tired of looking at that broccoli in her teeth. 他们只是看了几秒钟，而里面就已经过去了上百年，世界还在迅速的发展着。转眼的功夫，天空就已经开始出现了飞机，看样子已经到了现代社会。突然，一颗核弹落下，大壮被冲击波撞飞了出去，里面的世界也被瞬间毁灭。他的脸被炸得通红，好像受到了核辐射。可冰箱里的战争还在继续，无数枚核弹被引爆。秀贤不忍心再看里面的惨状，关上了冰箱门。过了1小时后，当女人再打开门时，而里面的景象彻底颠覆了他们的认知。冰箱里的世界正在飞速发展，转眼的功夫就来到了现代社会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颗核弹从天而降，里面的文明也被彻底摧毁，就连大壮也遭到了核弹的辐射。由于战场十分惨烈，不忍心的秀琴只好关上了门。第二天一早，两人准备清理冰箱，可当他们打开门时，里面竟然出现了大雾天气。等雾霾慢慢散去时，我的天呀，微型世界竟然再次回到了恐龙时代，好像没发生过核战争一样，所有的一切再次回到了起点。接着，冰箱里的世界开始再次进化，从中世纪到工业革命时期，再到现代社会，仅仅用了几分钟的时间。而这次并没有发生核战争，整个世界都在飞速的发展，转眼的功夫就发展到了未来世界，很多奇奇怪怪的建筑被盖了起来，看得两人一脸的蒙圈。接着，一座黑色的金字塔拔地而起，空中出现了无数座天桥，所有的能量都源源不断的输入到了里面。没过一会儿，金字塔中央开始发生了变化，能量汇集成了一颗光球，接着就发生了裂变。无数道光体破箱而出，绿色的光芒把两人围在了中间。这时，冰箱里的光球越变越大，突然一道白光闪过，男人竟然被吸到了冰箱里的世界。看着眼前的巨人，好奇的小人全都围了上去。这是人类有史以来发现最大的尸体，它的身长超过了上百米，体重至少有200吨。巨人长着一双卡姿兰大眼睛，脸上还保留着光泽，看样子是刚死不久。他的一个手指就有3米长，手心里竟然养了几条鳄鱼，还在水里游来游去。这让小帅非常好奇，眼前这个巨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呢？他明显不是地球上的生物，更像是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。刚开始人们都不敢靠近，直到一个胆大的人先爬了上去，才让底下的人都放下了戒备，纷纷的爬到了尸体上。有人研究起了大脚，有人蹬鼻子上了脸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巨人身上就爬满了看热闹的群众。熊孩子在他的胸口玩起了游戏，在鼻子上跳起了广场舞。巨人的尸体成了网红打卡地，每天都要被无数的人上去踩上一遍。没过几天，小帅重新来到了海边，此时的巨人已经失去了光泽，身体上也开始慢慢腐烂，就连嘴里也成了螃蟹的痂。原本清澈的双眸颜色也开始泛白了起来。接着，巨人的四肢被卸了下来，还有人在上面玩起了涂鸦。1个月后，巨人的骨头被搬到了各个地方，有被吊在肉铺上当招牌的，有的则被放在家里当了狗窝。这个貌似古希腊神话中的天神，现在只剩下了几根肋骨还留在沙滩，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他也会被人类彻底的遗忘。我是雷山，带你发现更多好电影。